没有经历过你那样的痛苦，就没有资格点评你的选择。从小，我妈就告诉我，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事业。她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可是我现在才发现，在她心里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事业，始终都是家人。可能这一点，连你妈妈自己也没有想到。人在没有经历过挫折的时候，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就像是我们一样，我们不是因为相爱而结合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现在彼此深爱着对方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再给你妈妈一些时间，也给你一些时间。仔细想想，我所有最狼狈的样子，都被你看见了。因为我们是夫妻啊。你不需要在我面前假装坚强，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各位同志，我今天很荣幸地宣布一个好消息：穆沙河同志的一篇论文即将在中国科学最新的一期发表。哈哈哈哈！恭喜啊！哎，祝贺啊！哎，好，大家忙吧啊！木镜，过来一下。吴教授，最近状态不太好啊。没有啊。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这么低级的计算错误，你从来没犯过。对不起。没事儿，但是你的计算结果是你们整个小组后续推进的基础，你协调他们一起改一改吧。不用了，吴教授，后续的成果修正我一个人来承担，就不给大家增添额外的负担了。你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啊？我可以，相信我。小杨，哎。找什么呢？还笑？你这大夏天的裹个围巾干嘛呀？你看，哟，我这去上班，让人家看见了多难为情啊！但你这么热的天儿，带个围巾去上班，这不欲盖弥彰吗？那怎么办？副厂长，您找我呀？哟，小霞，怎么了这是？太不像话了！这都新社会了，还敢动手打人？打的。谢海同志，你呀别怕，今晚下了班，我就代表厂办去你家里走访，和你爱人谈话。这涉及到故意伤害的，咱就报告公安机关，该抓人抓人，该判就判。对，你放心。咱们江门一厂的女同志啊，不能平白无故的受伤害。王科长，哎，
你们宣传科呢也出几篇稿子，号召一下咱们全场的女同志们啊，凡是在家里啊受了暴力伤害的，通通的来厂办报告。咱们厂办就是他们的娘家人，一定给他们撑腰啊！可是陈副厂长，我就是担心有些女同志怕家丑外扬，都是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。是啊，陈副厂长，这谢小霞同志也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这些事儿，之前就经常看见她身上贴膏药，都说是驱寒。这要不是今天脸上的伤实在没遮住，我都发现不了。这样，王科长，你先通知各个车间的主任，让他们对车间里所有的女职工啊，挨个的摸查，有异常情况的，挨个家访吧。好，那咱们先走吧。啊，我们先走了，副厂长，走。副厂长，我现在严重怀疑，咱们厂费妮同志的爱人方牧阳也有暴力伤害行为。我今天看见费妮同志的身上也贴着膏药，而且已经很久没见他在咱们厂的浴室洗过澡了。我怎么听说他跟他爱人的感情还是挺不错的呀？很多女同志爱面子，也不敢声张。副厂长，为了保护费妮同志，您看我能不能去他们家打探一下？这谢小霞的事儿就是我发现的，我在这方面有点经验了。这万一方牧阳真的有什么蛛丝马迹，我也能看出来。到时候再请副厂长您出面替费妮同志主持公道。行吧，那你就去。哎，但事情确定前，别传播，别声张啊！我明白，副厂长。怎么样，费妮同志？我今天给你出的建议还不错吧？都怪你，今天在厂里一直被人盯着看，冯林的看我眼神都怪怪的，估计以为你打我了吧？你就说是你爱人亲的呗。我害臊。哎，这次我就放过你了，你帮我个忙呗。你说。我的这个小说男主角马上就回城了，被分配到了西餐厅。这不就是我吗？对呀，你的话本里有我，我的小说里有你，这叫相得益彰。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西餐厅有什么趣事儿啊？我要搜集素材。那简单，我有一个同事，大家都叫她徐姐。徐姐，徐姐是个四川人，所以说话口音特别重。我听说她为了跟大家保持顺畅的沟通，白天跟同事学普通话，晚上还得熬夜学英语。那她学习的成果如何呀？我给你学一下啊。Madam, This is Italy Ludo. Sir, Eat water. 虽然说着一口四川英语，但和外宾沟通毫无障碍。那她很厉害呀。你还记得那个我们的负责人大鹏吗？你的服务要 elegant， 还有你见到客人要 smile。我觉得吧，这对人严格一点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他是对别人严格，自己每天就想着怎么占餐厅的便宜。他每次清理吧台的时候，他一边擦桌子，另外一只手就把面包放在口袋里，再换一只手。一边擦桌子，一边就把方糖放在口袋里，他再换一只手，把咖啡豆倒进口袋里带回家。这不是偷东西吗？所以说他后来就被抓了呀。我们餐厅新来了一个负责人，叫罗哥，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抠门的人。他要不然就是嫌我们番茄酱放多了，这番茄酱怎么倒这么多？客人不够会再要，那吃不完那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？要不然就是嫌我们薯条切得太粗了。薯条这么粗，照着你切的吧？客人吃不完那都是浪费。要不然就是嫌我们牛排切得太大了，也大。反正来回来去就那么一句话，浪费呀，太浪费了。
李梅，怎么了这是？都怪那个该死的王腾达，叫你哥半夜偷偷去跑私活，你哥这车开的又不熟，这不半夜出车祸把腿给撞断了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最起码在床上静养3个月，将来就这伤好了，腿也瘸了。那还能开车吗？你说出了这事儿还怎么开车啊？人运输队的文件都下来了，把你哥给开除了。你说你哥这后半辈子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你们都得养我！我为啥半夜开车出去跑私活？还不是为多挣点还你吗？你小点声儿。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。林梅，你看啊，现在呢，爸妈得在家里照顾建设，我呢厂里请不了几天假，我又得照顾你哥，还得上班。那个费婷不是在食堂上班吗？那江棉衣厂离这儿也不远，能不能辛苦他给我们送口吃的就行。你嫂子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是吧？不愿意送是吧？不愿意送还不愿意吃呢。那正好，我们也没空给你送，还让我们养你，你好意思吗？什么叫你出去跑私活是为了给爸妈还钱？那钱是你偷的，你知道吗？再给我说一句！嫂子，就他这德行，我伺候不了，你自己辛苦点。林梅，你哥就是嘴硬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别拉他，让他滚！走了，爸妈。李梅，先走了。费婷，求求你，我就。你嚷嚷什么呀？你把林梅气走了，最后这活不都落我身上？那怎么了？谁是我媳妇儿？你不伺候我，谁伺候我呀？伺候不了，饿死你得了。走！哎呦，我儿子，你消停点吧！哎呦，你这个臭嘴呀！说了，你躺下！哎呀，你说你气死我得了！谁啊？哎，冯林同志，您怎么来了？费妮同志，我代表厂办来家访。王林同志，喝咖啡。费妮同志，你受了什么委屈，尽管和我说，我会如实和陈副厂长汇报。我跟全厂的女同志都会为你做主的。冯林同志，我没受委屈啊。费妮，厂里很多人都羡慕你，说你嫁得好。我今天来一看，这房子倒是挺大的。但咱们女同志过得好不好，可不能光看房子呀。这俗话说，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。有的人为了面子，打了牙往肚子里吞。我这次来是给你机会，你得抓住了。这要不然以后再受欺负，可不能怪厂子里不管你啊。冯林同志，谢谢厂里的关心，但是我跟方牧阳感情特别好。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不留您了。那怎么行？我这次来是带着任务来的，必须把你们家的真实情况给调查清楚了，还得全场公布呢。冯林同志，是不是我过得不好，你就特别开心？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是代表厂里来关心职工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，这脖子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蚊子咬的。多大蚊子还得贴块膏药啊？你撕下来我看看。这一看就不是蚊子咬的，就是这么1.9米的大蚊子咬的呀。我哪有1.9米啊？
我顶多1.88米啊。你骗人，我都往少了说的。真的没有1.9米。你看我抱着你的时候，你的头正好到我的下巴。你看咱俩鼻子的高度，鼻子的高度，哦，那确实差不多。那能一样吗？这什么东西这么苦呀？风铃，你再不爱喝咖啡，也不能扫我们家沙发巾上吧？不就是块破布吗？我大不了赔你们。破布，行，那也赔钱吧，赔个40块钱。来40，方便让你讹人呢。风铃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。你看这套沙发巾，都是纯手工钩织的，这可是当年我妈好几个学生一起送给她的，而且这是成套的，脏了一块以后怎么成套用啊？等我妈回来，我怎么跟她交代？我没那么多钱。没那么多钱，你就写封道歉信吧。行，写道歉信行。哎，我对这封道歉信还有点要求。这封信必须情感真挚，文笔优美，最重要的是，你必须要用到澄澈这个词，而且不能有错别字。好，我写。不送慢走啊！你再这么喝茶，身体可吃不消。我撑得住，我必须尽快把所有运算结果纠正过来，不然会影响进度。你这样反而会容易出错。不会的，同样的错误我绝不犯2次。来了，群话。哎，爸，我想找您和妈聊一下。进来，进来，来。是方木镜让你来的？不是，是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聊一聊。你们知道方木镜当初为什么嫁给我吗？是因为她的出身没有办法从事她热爱的事业，所以她明知道我只是把她当做我已故女友的替身，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嫁给了我。当时在她心里，她不是嫁给我，而是嫁给她的事业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心里委屈，我也不敢说我能够完全的体会，所以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聊一聊我认识的方木镜是什么样子的。我跟方木镜第一次见面是在火车上，那个时候他已经和你们划清了界限，但还是偷偷的会把全家福藏在数学书里。后来我对他有了想结婚的念头，但是我对于他的出身还是有些犹豫，所以我问他，是不是彻底和你们划清了界限？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？我爸爸姓方，我妈妈姓穆，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你说我怎么和他们划清界限？我爸妈是有错误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。
姓方，妈妈姓穆，母亲是冒了多大的风险说出这种话？妈，您可能不知道，在穆静心里，您一直是他追赶的目标。虽然他不经常提起您，但只要一提到您过往的成就，他就掩盖不住那份骄傲。妈，您一直教导他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一定要追求自己的事业。他现在已经做到了，您却把他拒之门外，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。这张照片，他撕了又粘。撕了是因为怕别人发现，粘是害怕自己以后看不到了。我问你，你爱方木静，不是把她当成别的人，而是爱她。爱。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，但是我非常的确定，我们是爱着彼此的。那有一天，方木静为了事业牺牲了你，你会难过吗？会，但是难过之后，依然会支持他。穆老师，有样东西要还给你。记住了，下次要撕的话，别把自己撕坏了。我不把我自己撕坏，就会把你们撕坏。家里腾退了一些东西回来，这个是你的吧？妈妈啊，我考了双100分。真的吗？真好。想要什么奖励啊？我想要你那个镜子。给，奖励给你。谢谢妈妈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好了，别哭了啊！好，不哭了。
好，来，大家一起看前面，微笑。1、2、3。拍得真好，小时候好看，现在更好看。谢谢你，菊花。分手？王德发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字面意思呀。我觉得我们俩现在不太适合维持恋爱关系。什么叫不太适合？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追求我的，是吗？我当初确实是喜欢你，但是现在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就因为我现在去了车间。对，因为你去了车间。我上大学之前，我谈的是谁呀？谈的是厂办的。我上完大学之后呢，我反而谈车间女工。那我这大学不是白上了？王德发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忘了你是怎么去上的大学？是谁推荐你去上的大学？是你。可是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我毕了业，你就送我进宣传科工作。可是现在呢？你别说我了，你敢说你自己进得去吗？冯林，恋爱自由，分手也自由。咱俩好聚好散。你以后别来纠缠我了。王德发。干嘛呢？我这去趟医院。把这断了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费婷来了，我过来给你们送饭来了。谢谢妹夫啊。哎呦，那个林梅还生我们气呢。这里面的骨头汤就是林梅让炖的。哎，你快坐，你看着他把这吃了，我去打壶水啊。好。哎，快快快，走。吃饭了，哥。我不吃。哥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瘸了腿确实是不能开车了，等我回去替你好好想了想。你正好能当个墩子，一高一低，它方便发力啊。这真是老天爷给你指路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当然是人话了，哥。
厨师我认识了不少，你要真心想学，我真能帮你介绍。飞婷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抡大勺。哥，这不是抡大勺，墩子，切菜的啊，还没资格抡大勺呢。你看看这刀工多细呀！你要是肯学，将来也能有这么一身本事。不饿就不饿，你也不能折腾自己啊！快快快，躺好，正恢复呢。切的真好。你要不愿意吃饭，你先喝喝这汤，啊，这可是林梅特意让炖的。机器烧了，我万一这个要开除。机器烧了，修都修不好，这件事太严重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刘姐，怎么回事啊？冯林出生产事故了，听说啊，整浆车间好几台机器都被烧坏了，修都修不好，开除了。啊？你看嘛。是我的错，车副厂长，求您别开除我。你知不知道，由于你的工作失误，直接导致2台机器严重损坏，给我们厂带来了重大的损失。像你这样的工作态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对不起，车副厂长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。你对不起的不是我。厂办已经发了开除通知了，你的住房也收回了。飞妮，方明阳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我们的房子回来了。真的？冯林因为出现了生产事故被开除了，厂里商量把房子还给我们。方明阳，我们有家了。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搬出去啊？爸，厂里的房子得有人住啊，不住就被收回去了。收回去，收回去呗。你们俩又不是没地方住。那不行，那是我跟费宁的家呀。哎，这就不是你的家呀。爸，你不让我们搬出去，到底是舍不得我们，还是怕费妮不在，没人帮你收拾手稿啊？哎，你别瞎说行不行？费妮。不想搬就别搬，别听他的。爸，这段时间我真的住得特别开心，我都把这当成自己的家。但是，我跟方明阳真的挺想拥有自己的小家的。哎呀，没事儿的，你要是想我们了，我们就来看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老方。你就别为难他们了，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岁数大了就非让人陪着你，他们有他们的世界。你不听费妮说了吗？还要回来的。就是，还是我们穆老师水平高，格局大。哎呦，真会拍马屁。爸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您看，我姐跟姐夫还住在医院宿舍呢，我们搬出去了，他们能搬回来啊？照样有人陪你们。你姐夫同意，你姐愿意吗？同意呀，我都问过姐姐姐夫了，他们可愿意了。真的啊？好啊，这样
和你还能探讨探讨课题什么的。跟我探讨课题，跟你就不亲了是吧？亲。哎，你们俩愣着干嘛？赶紧收拾啊！小苗回来了。王科长，哟，小芳，哎，菲尼，哎呀，你们可回来了！回来了，来，我来帮忙，没事。这是什么呀？这钢琴呀？对。哎呦，我爸妈的钢琴。真好，哎呦，这大家，快，慢点，小心啊，小心！哎，快来，菲尼搬回来了，快过来帮忙，别玩了，快来！呵，你看这。你爸妈真大方，这么好的钢琴就送给我们了。我爸妈也不会弹琴，他们把这台钢琴送给你，才叫物尽其用的。那我给你露一手呀。飞鹰同志，请。嫂子上班去了。拿着，啊。哥，住了10天，也快该出院了。总得给自己将来做打算。我知道，你不想当墩子，也看不上论大少的。但你想想，你回了家，能给老婆孩子做一顿饭，你看着他们吃得饱饱的，香香的，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！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这馄饨是林梅包的。
傻笑后想起了你，风雨后想起了你，校园里有一个跳舞的你，傻笑认真的那个你。春分时陪伴着你，夏至到守护着你，破晓的晨光属于我的你，到山海尽头时还会抱紧你。有一个小小地方，他们有大大梦想，可爱的每个脸庞，在心里发着光芒，冲撞着方向，跌撞着保持倔强，我跟你走向远方，请带着我们的梦飞翔。